你有多久没有真正安静地搭一趟捷运了？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荒谬的问题。毕竟，对许多人来说，捷运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通勤工具，是疲惫生活的背景音，是手机屏幕里光影闪烁的私人剧场。我们习惯了车厢里的喧嚣，习惯了人流的推挤，习惯了用耳机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我们以为这就是现代大都市的常态，是高效运转的必然代价。然而，当一位来自北京的顶尖学府高材生带着他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踏上台北捷运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过去20多年所建立的文明观竟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暂且称他为小李，一个在北京地铁里练就了一身生存本能的精英。他自信，他见过大场面，他相信效率至上。在他的认知里，文明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叙事，是高楼林立、人流如织、速度至上的现代化象征。在来台北之前，他甚至在心里暗自给这座城市打了分数。一个人口少、规模小的地方，地铁系统能有多先进？北京的地铁动辄10几条线路，日均客流量超1000万，那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他看着捷运站朴实无华的外观，甚至没有安检口，心里已经默默打了个普通偏下的预期分。他以为台北捷运不过是北京地铁的缩小版，甚至是降级版。然而，当他走进捷运站内，第一个冲击他的就是那份诡异的安静。车站干净的发亮，地板似乎反射着柔和的光。人潮并不少，但诡异的是，耳边几乎听不到喧哗的人声。那种宁静不是因为没人，也不是因为冷清，而仿佛每个人都自觉地把音量调低了。那种氛围让他一度怀疑，这里是不是还没正式运营？他站在月台上环顾四周，心里的不屑感依旧在发酵。这地方的节奏也太慢了吧，就像一个中国大陆的3线小城市，缺乏活力，更谈不上效率。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分钟，现实就会用一种温柔而又强有力的方式，轮番狠狠地扇他的脸。第一记耳光来自一节手扶梯。在北京，手扶梯是兵家必争之地，左右两侧都站满了人，赶时间的人只能在人群中费力地喊着借过。小李很自然地往右侧一站，手搭在左边的扶手上，准备放空发呆。这时，一位阿姨从他背后慢慢走近，她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推挤，只是用一种非常轻柔的声音提醒他，不好意思，左边是给赶时间的人走的哦。阿姨的语气温和的没有一丝批评或白眼的意味，脸上甚至带着浅浅的微笑。但就是这句话，让小李的耳朵瞬间轰的一下烫了起来。那种感觉不是被骂得难堪，而是一种被温柔看穿内心深处某种理所当然的自私的窘迫感。他抬头一看，整条手扶梯上几乎所有人都像遵循着 SOP 标准作业流程一样，整齐划一地靠右站立，把左侧那条干净的通道完整地留给了真正需要快步通行的人。没有广播喇叭在头顶上大声嘶吼，没有保全人员拿着大神弓维持秩序，但每个人都像遵守一个神圣的契约般照做了。那一刻，小李心里第一次冒出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原来所谓的文明不一定非要靠严格的管理和惩罚，它也可以是一种深植人心的大家共同遵守的默契。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种被动的服从，而是一种主动的发自内心的体谅。从那个瞬间开始，小李像个好奇的观察家，开始刻意留意捷运里的各种小规矩。
他发现进站闸门前，大家会自然而然地排起队，几乎看不到有人插队。电子票卡感应区前，即便后面空无一人，人们似乎也习惯保持着一个微妙的社交距离。他注意到每个乘客在刷卡时，手都会仿佛有意识地停顿那么1秒，像是在给后面的人一个缓冲的信号，也像是在对这套系统表示一种无声的尊重。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月台地面上的自动门等候线，那条排队线很多地方并不是直的，而是被设计成了微微的弧形或斜向。起初他不懂为什么，直到列车进站，他才恍然大悟。这个设计巧妙地让排队的乘客自然避开了车门正中央的位置。当车门打开时，一条畅通无阻的下车通道就天然形成了。他站在那条线上，忽然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游客，更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正在学习一套全新的内化的社会规范。捷运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停稳。在北京地铁的经验让小李身体的肌肉记忆本能地驱使他往前凑，想抢占一个有利的上车位置。可他的脚才刚动，就发现自己瞬间成了人群中的异类，显得格格不入。月台上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像被设定好的程式一样，自觉地站在了车门两侧黄线后，将中间的通道完全清空。车门一开，没有人抢先，没有人推挤，所有人都只是静静地、耐心地等着，等车厢里的乘客全部走出来。下车的人不慌不忙，上车的人也不急不躁，整个过程流畅得像一场排练过无数次的舞台剧。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像个多余的人，甚至觉得自己脑中闪过的“请先下后上”这句话都显得多此一举。因为在这里，这不是一句需要被提醒的口号，而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并且都心甘情愿去做的基本常识。好不容易等到人群走空，小李跟着队伍上了车，而接下来更大也更深层的冲击迎面而来。车厢里一片安静，那真的是安静，不是因为人少而产生的冷清，也不是图书馆里那种带有压迫感的寂静，而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温柔的宁静。他环顾四周，没有人高声讲电话，没有人把手机影片的声音外放，就连那些戴着耳机的年轻人，音量也控制得极好。他站在旁边，几乎听不到任何漏出来的声音。车厢里的人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闭目养神，有的在翻阅着实体书，有的只是安安静静地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他本能地拿出手机，想录一段语音讯息。手机刚举到嘴边，他看到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个男生，正低头专注地翻着一本很厚的书。也许是察觉到他的动作，那个男生不经意地抬头瞥了他一眼，嘴角似乎还轻轻地扬了一下，像是一个友善的、不带任何评判的微笑，然后又继续低头看书了。那个男生什么也没说，但小李形容自己的手指就像被点了穴一样悬在半空中，最终还是默默地把手机收了起来。那一刻，他突然醍醐灌顶般地明白了，原来文明有时候它就是一种氛围，一种你身处其中就不想去破坏它，甚至会开始自我约束的氛围。你只是单纯的不想成为那个打扰到别人的人。坐在车上的那短短10几分钟，小李没有像往常一样刷短影片，没有玩手游，也没有发语音讯息，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站着，学着周围的人，看着窗外一站一站地掠过。他说，那可能是他这几年来经历过的最放松、最沉静的一段地铁旅程。脑子里没有焦虑，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他忽然意识到，
他一直以来追求的高效率，或许只是一种高压缩的生存状态，而这里看似的慢，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最优解。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小李搭捷运要去中正纪念堂，车上人不少，他站在门边发呆。这时，一对母子牵着手走了进来。那个孩子看起来大概5、6岁，活泼又好奇。一上车，眼睛就立刻锁定了车厢里唯一空着的一个座位，一个贴着不爱坐标志的位置。他对着妈妈的衣角小声地问：“妈妈，我可以坐那个位置吗？”小李说，他听得清清楚楚，也看得很清楚，那是当时整个车厢里唯一的一个空位。他脑中瞬间闪过无数在北京地铁里看到的画面。如果是在北京，家长大概会立刻说：“快坐快坐，反正也没人坐。”甚至有可能自己顺势就坐下。然而那位台湾妈妈的反应再一次震惊了他。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很自然地蹲了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孩子齐平，然后用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对孩子说：“那个位置是留给需要帮忙的爷爷奶奶，或是肚子里有小宝宝的阿姨坐的。我们很棒，可以站一下，很快就到了，好吗？”他的语气像是在诉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丝毫的说教意味。那个小男孩听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真的就乖乖地站在了妈妈身边。小李就站在他们旁边。他说，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感觉不是感动，而是一种强烈的羞愧感。他见过一个满头白发，腰都快挺不直的70多岁老人上车，身边一个带着孩子的父亲，本来一个人占了2个座位。老人一靠近，他干脆直接转身，面朝车窗，假装没看见。他也记得有一次，一个老人站在他身边，呼吸都带着喘气声。他内心正在犹豫要不要让座，结果座位另一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头也不抬地直接来了一句：“爱心座位又不是专门规定只能给老人坐。”他不敢说所有北京人都这样，但他知道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和那位台湾母亲温柔而坚定的一句话形成了最刺眼的对比。那位母亲没有为了让孩子暂时安静而选择妥协，也没有为了省事而模糊重要的教育。她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在一个孩子心里种下了一颗名为体贴和别人比我更需要的种子。那一刻，小李忽然深刻地理解了一个词，叫做文化的内建。真正的文化素养，不是靠在墙上贴满宣传海报，也不是靠保全人员苦口婆心的喊话，而是从小到大一点一滴被家庭和社会环境熏陶出来的习惯，是那种在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你依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内心深处的选择文化，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面子，而是住在你骨子里的底子。交流行程结束，小李坐上了返回北京的航班。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他坦言有种回到熟悉世界的踏实感，但没想到接下来真正让他感到陌生的不是远方的台北，而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北京。他拉着行李走进熟悉的地铁站，熟练的刷卡、进站、转乘，一切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可是他的身体却开始出现了强烈的不适应症。电梯前一大群人蜂拥而上，根本没有排队的概念。手扶梯上左右两侧都站满了人，他被夹在中间，几乎动弹不得。一位乘客为了挤进来，行李箱的轮子直接从他的脚上碾了过去，却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月台上请先下后上的广播依然在响，可车门一开，里面的人还没下完，外面一大群人就已经像潮水一样
猛地往里挤。他下意识地想往后退一步，遵循在台北养成的习惯，却立刻被后面的人催促：“走啊，前面的人干嘛不走？”那一刻，他像个站错了位置的演员，不知是该前进还是该后退。上车后，车厢里更是响彻着各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一个小孩拿着平板看动画片，音量开到最大。旁边的父母各玩各的手机，无动于衷。一个年轻人手机里的抖音搞笑配乐刷得咯咯作响。座位区有人装睡，有人一个人占了快2个人的位置，还有人低着头猛戳手机荧幕，玩游戏的音效响彻半个车厢。他站在喧闹的人群中，看着这些再也熟悉不过的场景，却感觉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不是没经历过这些，在不久之前，他甚至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但在台北捷运那短短10几天的经历之后，他的身体记忆被改变了。他的身体开始习惯先下后上，习惯了靠右站立，习惯了保持安静，习惯了观察周围是否有更需要帮助的人。而这些刚刚在他身体里建立起来的新习惯，在北京的地铁里忽然变得如此不合时宜，甚至有点可笑。他没办法不去比较。他说，这趟旅程回来之后，他改变不了整个北京地铁的秩序，但他至少可以从自己开始改变。他开始习惯性的靠右站，他会耐心等车上的人下完。他在公共场合不再外放手机的身影，他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让座，不再犹豫。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他这些微小的改变，但他自己知道，一些东西已经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不知道荧幕前的你听完有什么样的感触？你是否也曾在捷运上感受到那种静静的温柔，或是曾被某个陌生人的小动作所感动过？我们总以为文明是外在的，是靠着更宏伟的地铁、更严格的规章、更密集的标语、更高的罚款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实现的。但其实，真正的文明是你内心深处愿不愿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选择去尊重他人，克制自己。捷运就像一面镜子，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社会是如何对待长者，如何对待弱者，又是如何对待每一个陌生的个体。当然，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你自己，是习惯了凡事都向前抢一步，还是愿意时常为别人退一步。你认为在公共运输系统中，最能体现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是保持安静的氛围，请在评论区回复1；如果你认为是排队与礼让的秩序，请回复2；如果你觉得不推挤的文化最具有代表性，请回复3。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或亲身经历，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